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——钟馗。钟馗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可是鼎鼎大名的捉鬼大神，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的鬼怪。提到钟馗，你可能会想到他那张凶神恶煞的脸，还有他手里那把大刀，专门斩妖除魔。不过，钟馗可不光是个厉害的捉鬼大神，他的故事那可真是特别精彩，特别有意思呢。传说钟馗是唐朝人，他生得特别高大威猛，长相嘛有点吓人。他长着一对大大的眼睛，眼神特别犀利，就像能看穿鬼怪一样。他的脸特别黑，眉毛浓得像两把刷子，嘴巴也特别大，一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，特别有气势。不过别看他长得有点吓人，他其实是个特别正直、特别有正义感的人。钟馗的故事得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。据说钟馗是个特别聪明的人，读书读得特别好，满肚子的学问。那时候唐朝有个科举考试，钟馗就去参加了。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个好成绩，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呢。结果呢，他虽然考得很好，但因为长得太丑了，皇帝一看他的样子就不要他了。钟馗心里特别委屈，觉得太不公平了。他一生气就跑到长安城外的荒郊野外，一头撞死了。钟馗死了之后，就到了阴间。阎王爷听说他是个特别有才华、特别正直的人，就让他在阴间做官，专门负责捉拿那些害人的鬼怪。钟馗本来就特别有正义感，这下可找到用武之地了。他带着一把大刀到处捉鬼，把那些不听话的鬼怪都抓起来，送到阎王爷那里去审判。阎王爷特别喜欢他，还封他为捉鬼大神。有一次长安城里闹鬼了，好多人都被鬼怪吓到了，连皇帝都生病了。皇帝请了好多道士来捉鬼，但都没用。后来有个大臣就给皇帝出了个主意，说：皇上，听说钟馗是个特别厉害的捉鬼大神，要不把他请来试试？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就派人去请钟馗。钟馗接到皇帝的命令，二话不说就来到了长安城。他一到城里就感觉到了一股阴森森的鬼气。他拿出他的大刀，开始四处搜寻鬼怪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找到了那个害人的鬼怪。那鬼怪一看见钟馗，吓得直哆嗦，想跑都跑不了。钟馗一刀就把那鬼怪给制服了，然后把他送到阴间去接受审判。皇帝的病也好了，长安城的百姓也安心了。皇帝特别感激钟馗，